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6季，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再次欢迎加油团的成员们，欢迎各位！耶，大家好 ，Hello。上一期8位实习生迎来了他们第1天的实习，完成了初入职场的第一个课题。其中的向致远还有洛欣，凭借毫无争议的优秀表现，率先通过评议。那今天即将迎来我们 offer 观众特别喜欢的分组辩论课题，你最期待谁的表现呢？我期待是陈仲瑜。仲瑜，你是真的爱他？对，因为他说话很让人舒服。我希望他这一集能够露出锋芒。那辩论会不会让对手舒服？就是先舒服，说对方辩友你今天很好看，但是啊，直接说出一堆，我要你好看，对，我要你好看哦，这对，跟关律一样，类似这样，憋着一股劲儿了。对，我期待可儿，因为我觉得上一集就是他差一点点。他已经表现得很出色了，只是差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希望他今天能够好好发挥。一涵也很棒啊，一涵都是闷声出大事那种人，就感觉这一集也要发大招了，应该啊。对，我给紫薇加油吧，因为她让我想起一位故人，就是我们那季那个邓冰莹，我觉得跟她有点像。哦，邓冰莹辩论高手，对，那冰莹的话，本身她辩论也还蛮强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哎，看起来很温柔、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她会不会在辩论场上就是会有自己很独特的风格？变身，就跟冰莹一样啊。其实我是蛮期待婉婷的，我是上一集她做课题的时候，其实写的报告还是虽然最后没有汇报呈现出去，但其实写的非常详细，而且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那希望在第2个课题里面的话，他能够有突破自己的一个表现。加油！致远我也很期待。我记得他提到他带领刑事司法学院获得了全校的冠军，对的，应该是个辩论高手。然后洛欣特别适合做结辩。洛欣是清华大学的辩手，也是老辩手，太期待了。OK，那开始了，走进 VCR 好不好？走进辩场看他们的表现。哇哦！喂，早晨嘅朋友，今日係上晝最低氣温約27度，市區。这步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是最早的。你吃东西了吗？我吃了蓝莓和小番茄。哇，这么健康！哎，我也打到了。喂，我聽不懂。喂，你好。你到咗邊度啊？哇，下雨了。Hello， 早上好啊。Hello。你们叫了是吧？是哪个学校的那个？娃娃还是法院的对于判例的这个就是原告诉被告，然后年份跟。先走了，拜拜。拜拜。感觉回头我们3个给大家一个小群，铜锣湾兄弟群。你看，男生们自个儿有单群，铜锣湾兄弟群。没有什么辣的，没有。我是最早的。
对，哇，我们是最……哎，我桌子好乱，我整理一下。哎呀，扛着我的炸药包，每天上工。哇，这个发量。最让你羡慕的是发量。陈可儿看上去就没睡觉啊，他这个发型，跟昨天一样。对，可能都是假的，就是晚上睡觉前摘下来，然后戴上了。也不行。你去弄咖啡喝吗？去，走，我也去。哎，弄完继续搞昨天的那个，我都，哎。Hello， 你来好早。Hello， 我们其实也就早到了一步。Hello， 我也想喝咖啡。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呢，只能做美式，拿铁做出来也是一小。没事，我就喝美式。我也就喝美式，但是我想喝冰的。这里有冰，有冰机。哇，对，有是可以的。太好了。枸杞，旁边在偷偷倒枸杞。好养生啊！你好养生啊！我熬了一碗十全大补，这是福州特有的。不是，是我原创的。哦，枸杞，我要在我的咖啡里，要不要放一瓶？你不喝咖啡吗？先不用，我把昨天的先赶紧收个尾。你交了吗？昨天还没有，所以我今天早上来就早点把这个先弄完。对，加油！养生男孩朝我们走来。哎，真的很优雅哎，他走路，他真的很古风哎。那真优雅还得是普律。蒲老师特别像名模，对不对？名模厉害啊。Hello， 老师好。Hello， 咋？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看到 Annie 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好符合我心中香港那种律政俏佳人的形象。但是我有点够，谢谢。哦，我还带了这个，你们可以分。面包。哇哦，谢谢。好贴心哦。我吃鸡蛋会影响到你们吗？不会吃，因为鸡蛋可能会有氨气的味道。这位同学真的好养生。哎，翰林，你能点一下你的热点吗？可以呢，那个翰林，然后135-131-135。对，谢谢。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加王文涵唱歌。他叫错了。他叫错了。哦。他叫他翰林。好尴尬。翰林是我微信没事，但是一般也会有人叫我。其实还好，他们叫啥都行。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早上好。Hello。早上好。不是，知道。喂，追神，應該就等下。救命！感覺要發任務了。救命！我覺得好可怕呀！哎呀，沒事的，就都在。對，沒事的。隱隱有種不想那個。
发出去的时候 KPI 已经定了。哦。同学们，请准备接受邮件。我们现在准备公布课题1的 KPI。好的。没有什么悬念。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只会通过2份合格的报告。刚才向同学的功课已经通过了，洛欣同学的报告是通过的。他们俩就有积分了呗？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会啊？我很期待老师的解答。我来了。可儿真是擦肩而过，太可惜了。天哪，不会吧？不会吧？是很高吗 ？KPI？ 哦，各15%。哇哦，祝贺祝贺！他真的是好淡定，好酷啊！哦，开心开心。15%，还要再来7次才能。别算了。它的规则是什么？是超过100直接就拿？他没说直接会拿，他说有一个隐藏机制。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还加了一个特别的激励的一个机制，就是第1个达到100分 KPI 的实习生呢，就可以开启这个特别的机制。但是至于这个特别的机制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不能讲。加油，这个 PCL 你是势在必得，刚好对口上了你的现状。哦，他刚好需要是吧？已经忍不住笑了。对。这一桌好有压力。有啥压力？做这桌得一头赶上了呀。嗨，你好。关大律师好，我想。先关门吧。好。来聊一下。OK， 然后先找你的。我重新打印了一份。哦 ，OK。但其实呢，一开始我们看你的法庭的记录呢，是有点担心的。哇，它变成一个报告出来的一个 summary。但是，如果你看内容的话，他真的非常了解这个案件。对，因为其实我有写一个特别详细的版本。Not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have decided to. 我写了差不多记了有10页的那个，但全部都是 transcript， 都是一些就是我听到了什么全部都记下来。因为我后面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把它 file， 最后想先交一个简单的版本，然后就把一些事实用到最后的这个分析里面去。你之前是有民事法的一点有些经验的，我们知道了。对，但是我也没有做过这个。对，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检索相关的那个法律。但是非常准确，就是非常准确。案例里面，我其实一开始也想跟第一位同学讲那个 negligence 的那个思路，但是后面我去检索案例，我就发现最后判决的时候，很少就是用 negligence 这个点去判原告会赢。所以我找到的基本上判原告会赢的一个是这个不当得利，另外一个就是推定信托，所以我就只写了这2个点。好，这2个就是重点的，重点之中的重点，就是这个就是标准的答案。思路棒。昨天你是第2回同学教的，但是呢，我们觉得你写的非常好，所以你跟他的 KPI 是一样的。Perfect accurate。谢谢大律师。继续加油啊 ！Perfect 了 ，Perfect 可以了，有信心了，评价很高。这一下我觉得才充满信心了。对对对，只看到 KPI 还是有点模糊的。是的。我去找老师打电话。Hello， 关律，您现在方便吗？好的，可以啊。
你法庭方面的记录呢，是 OK 的，细节都有了 ，OK， 但是最后一页的那个原告陈词啊，这是什么来着？没删干净。这些是我们本来做的一些 notes， 然后因为当时时间太赶了，最后2分钟就没有来得及删掉，就直接把文档发过去了。确实是。这个其实，在职场上让人观感还会有点差，就是你发给你的上级或者你的这个老板的那份文件，其实还是一个草稿的状态。是的。这个小问题，但是我就讲清楚，是怎么样 ？OK， 这个方面你要再努力一点，要认真一点了，因为其他同学他们都很拼命的，都看到他们，不是说你不拼命，但是你要专心一点，就让我们大家看你的5星论。好 ，OK。各位代教律师好，我叫 Grady 陈仲瑜，这是我准备的一些个人资料，这边给您发一下。这是一张海报啊，封面上。哇，5胜论，眼睛太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准备了一份很漂亮的封面。关键他先说了说这是一张很漂亮的封面，他说自个儿这个很漂亮，他自己特别自信了。这是我从简历里提炼出来的一些个人优势，我觉得以下的5个点会是我个人的核心竞争力。第一胜呢，港大是香港排名第1的法学院，这个经历会是我背景上一个最基本的优势。第2胜呢，我认为在实务经验上我也是有一定的优势。作为一个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这是我的第3个优势，商业思维胜。第4胜呢，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多元技能胜。可以看到，在这份资料的第3页是由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 Michael Hoare 教授以及港大的另一位知名教授刘思达教授给我写的推荐信，还写了推荐信啊！他们的推荐能够让我打消大家对我一些专业背景上的疑虑。好有自信哦！哇，他这个简历好特别。所以总的来说，您把我招进您的律所，其实收获的并不仅仅是一位大律师的学徒，在我的背后也有一位顶尖商学院毕业的管理，还有 4A 广告公司的 Account Executive， 也有具有5年活动策划经验的活动策划4年经验的媒体内容设计师。我过去一点点的经历碎片拼接在一起所形成的一支没有军装的部队。大律师们好像不大喜欢这种在展示自己过多，感觉。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做这个5胜论出来的？因为其实我在过往的律所投递当中受到了比较多的挫折，以一个商业的思维，我会希望说能够让自己展现更丰富的特色，能够在众多的简历当中脱颖而出。我看见你的兴趣方面呢，其实就蛮多的，其中一个是诗词嘛。因为更多的诗词其实是它姿势变了，艺术的一个表达和呈现。状态到了，状态到了，完全变身。那你可以选一首你觉得跟法律有关的一首诗出来念给大家听吗？跟法律有关的诗呀。其实我说实话，回来了，嗨，又退回去了。认怂也快，这说明他也不错啊。我说实话吧，跟法律有关的诗比较少，我目前可能检索不到，因为更多的就有感觉的就可以了。那我朗诵一段李白的《将进酒》吧，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就是那种过节、春节那种饭桌上表演节目那个孩子，爱给家人表演，他是主动表演那种。对，我给我的奶奶来一段5胜论。很有趣的一个同学，看来他真的很喜欢表现自己。
这个不是缺点。对，确实不是缺点。不是缺点，大律师是需要这是热于其实是好的。对，我们在法庭里面也是要表现自己吧。对，演技是需要，但是不可以太浮夸。对，大律师还是要沉稳一点。对，这个他是要学习的一点，我觉得。后来还有不同的议题，你可以从不同方向去努力。OK。还有想问一下，您查 case 的话，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和技巧？先从 textbook 开始着手。好，请进。啊，哎，我在马上业务能力。坦白讲，我们对你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因为你在面试中的成绩是第1名。于涵，对于那个普通法的了解，必须尽快去看多一些有关的案例。是你在英文方面，可能你要做很大的努力。我们几个讨论的时候都认为你是表达能力 presentation 做的是 one of the best， 是非常好的。其实你做的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真的吗？我昨晚可是一早就做完，但是我不敢叫，因为我找不到就是很好的案例。啊，他有点完美主义呀，可惜先发嘛，对不对？不足回来再找再补。那个案例的话，你的报告非常好，面试方面也是很不错的。你昨天的表现呢非常好，非常亮眼。谢谢官员，看到你的信心都出来了，可以做回你自己。OK， 好，谢谢官员。因为这是一个复盘的 part， 对吧？我们的实习生们找到我们的3位代教律师来聊第一天的表现。那各位看完之后会觉得哪一位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印象深刻，我觉得应该也是一致的吧。武圣论哈，无声论呐。是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他不是说嘛，他想要展示自己，他是个商业思维。他本科是学商科的，但是他一上来就说，大家可以看见我特别漂亮的这个封面哈，他已经先把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成功漂亮的感觉。对。其实他刚才在整个的这个面试里面，他有做一点点的补充。他好像有提到说，是因为之前的面试可能有一定的挫折，所以他会想要奇招制胜，出奇制胜，对，剑走偏锋。哎，您碰见这样的面试会什么感觉？他给你一个说，您看看我这么漂亮的封面。我会觉得是说是我面试他，还是他来面试我？武圣那么厉害，就是您会感觉到这个有点浮夸吗？我觉得有点，就客观来讲，因为每年大家都会收到很多的简历，肯定你一定要用一些方式让面试官去注意到你。我觉得很客观来讲，这个一定是会被注意到的啊。但是注意完了之后的话，是否会留下一个正面积极的印象，这个很难讲。那假设他去年就参加了海选，因为去年骆律正好是评委席的身份嘛，你会留下他吗？笑容是个答案。我觉得骆律会。礼貌的微笑开始了啊！不是，我觉得他会的原因是因为去年那一届有一个实习生叫做梁威，他的简历叫做 “Hello， 我是梁威”，他也留下了，也留了。这个风格是2位喜欢的吗？但如果真的会让你留下印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好像那个度要把握的稍微，就好像你可以幽默一下，让大家印象会记住你多一点，但是你还是要把你的能力啊，马上就要展示出来，那个过程好像长一点。啊，演员有时候进组在自己的那个推荐的简历上会有花活吗？对。这个真的跟个性很有关，我能理解他的个性，但有时候有一些，像我有时候连那些在公众平台的，我连打自己的联络方式，我都要纠结半天，就是我是那种比较往后退的，就我看到特别往前介绍自己的人，我特别佩服啊。南哥有点矮人啊，我算矮人。对，范姐呢？我觉得如果面试的话，还是比较谦虚一点好。其实都选出来，实力是有的了。你也没有必要说我要多么的棒，然后全部说出来都是名嘛。对，头衔。对。
然后实际怎么做到啊？你什么理想啊、什么目标啊都没有说出来。对，我看前面部分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觉得他个性是不是有点浮夸了？但我听完他中间的介绍，我反而觉得是一个策略。哦，他有点了解，他如果光靠硬实力或者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其实遇到的障碍还挺大，就留不住太深的印象给别人。没错，对。那他又是商科的背景。商业销售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留下深刻印象，可能是一个博弈策略，所以他专门选择了这个策略。事实证明，他做到了呀。对，虽然面试，但其实我想提一提，就是我就看，因为这是他的简历，是他在多伦多大学的时候的话，他的毕业成绩是专业前10，是 High Distinction。然后他其中有2年还是院长荣誉名单，那都是就是每年学院里面的前某一个比例超出。对，然后包括他在香港大学读法律博士的时候的话，他也是年级的学生代表。所以其实这些我觉得，如果我收到这个简历的话，其实他不用武圣论，我会觉得蛮不错的。我会蛮觉得应该是会要至少给他一个面试的机会。对，花2天多弄完看完之后，你这些什么都不剩了啊。不剩了，什么都不剩。我觉得有一点好的是，你会感受到他对于那些诗词的那些热爱，其实并不是一个装饰，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吹嘘。然后当时让他去，那个你立刻跟我们分享一首你喜欢的，那立刻他就将进酒，然后来背这样。我觉得其实这点还是至少就是他还是把自己一些真正热爱的东西，他是有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点还是一个不错。包括我也在想说，武圣论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比较喜欢古体诗？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其实通过这种非常对仗的，然后找出来自己5个大的优点，然后以这种形式呈现，可能他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总之他做到了，留下深刻印象还是做到了。各位生活中有没有见过那种夸张的自我推销或自我介绍？因为我碰见的比较多啊，因为我参加节目的时候，很多都是选拔类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因为我最近刚录完说唱嘛，说唱每一个人的自我介绍都非常的印象深刻。Yo check this， 对。然后但是他们有很多人都喜欢那种说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全世界就他厉害，别人都不行，就是这种感觉。我记得那个海选的时候，有一个人那个说唱那个词是前后自我矛盾的。因为我们那个不是每一个人谁要能过要给他金链子嘛，给他金链子。他说那个什么我的说唱从来我不信命，所以你给我链子是命中注定。然后他说他第一句说他不信命，但是我给他链子是他的命中注定。到底是你要干嘛？对，就是他们有一种自信爆棚啊，就是他只信好的。对啊。因为我有没有人家来面试什么的，没有很多，都是认识的朋友，但是很多有紧张的，就是啊你好，你是我的粉丝。那这我碰见过。然后他想管我叫大张伟，又同时想管我叫大老师，所以他说你好，你是大张师吗？对，就是很紧张的。大张师。真的说过，还有大老张，大老张也说过，反正就是有时候大老张，你是不是大老张？大老张还蛮准确的。可以，反正就是这种。是的，其实刚刚除了在面试这个环节当中，终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我看导师好像高度评价了好几位，一个是洛欣，是洛欣的通过案例反推论点这件事，对，让导师印象深刻。另外还有可儿和志远的法律分析，导师也是觉得写得太棒了 ，one of the best。那接下来呢，他们很快要进入的是我们刚才都已经大老师已经反复 cue 到的非常期待的辩论环节。辩论环节到底会怎么分组，然后怎么展开，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题目？我们看看 VCR 第2段中会不会为我们揭晓。我还想参考一下他们的。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参考一下你的那份。参考一下我的 ，OK 啊。对。我看一下你的思路呗，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你可以。可以看一下吗？天哪，你这个格式，它这个格式是标准的英文的 analyze 的一个格式。哇哦！我觉得你写的比我好。真的吗？不会。真的。天哪，你这个真的很标准，感觉在看我的期末考试考卷一样。
凑热闹，围观围观，都在学习标准香港写法。我们放大一下，所有人都来了，听到一个标准。该不会婉婷没过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发晚了吧？完美主义哈，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契合的。哇，这是标准的3步，对，有个 background， 然后后面可能 application， 一些。可以吃饭了。好。可以吃饭了。各位同学，我们吃饭了。好的，谢谢。互相学习，看彼此的报告。维尼的分析报告。非常好，非常好。先吃饭吧。好。你这个真的很标准，我需要向你学习。你看我用的 principle， 我就是几乎只用我。我觉得你找到这个案例应该很厉害。其实我是用的怎么样？稍微有点数了，真的是。慢慢在建立对这个检索跟香港话的那个。我还在学习法律的一些基本名词概念。我也在学习，因为我不然找不到那个检索的关键词。走，先去吃饭吧，我们。哇，看起来不错。好久没吃饭了。昨天晚上也没有吃饭。没有。吃了饼干。早餐应该有吧？早上吃了面包，吃了一点。可以，大家随便坐啊，不要客气。还好，绕场3周了已经，是不是不敢坐那个大律师旁边啊？自己随便放自己喜欢的。其实我不太吃米饭。你是湖南人？怎么会？就只有吃下饭菜的时候才会吃米饭。吃多一点呢，有可能今天晚上又没有晚饭了。Oh my god， 好可怕！已经现在开始害怕了。大家1个月以后都瘦了，肯定的。我来之前1个月就已经瘦了。我简单吃2口，然后就走了。我要去荔枝角做一个探监法律探访。安妮大律师，你是之前在北京待过吗？我是北京人。你是北京人。明白了。首先，他说我是北京人，已经就不像北京人说话了。我是北京人，我是北京的，我是北京的。这只身在外闯荡不容易。是不是我说话已经没有京腔了？没有，我觉得很明显。我其实可以说回去的，如果有一个北京人在这儿，我就可以说回去。但是我的同事都是这种港式普通话。对，但沈律的普通话其实很好，我觉得。是吗？对，谢谢啊。好了，我要走了，你们慢慢交流。下午继续说。很多人说大律师的诉讼律师呢，是一个隐藏的演员，啊，就是因为我们上法庭其实也有一定的表演的成分，的天分也是需要的。其实跟我们大律师的话，就是在庭上做这个事情，声量要足够。我们昨天的那个法庭不算大，其实是一个挺偏向小的一个法庭。所以真的需要一个好的 voice， 好的声音需要传得非常远。如果不是的话，连法官也听不到你说什么，就不可以。我看声音方面呢，张同学、陈同学，你们3位呢应该讲出来是很有中气的，应该没有问题。然后罗同学应该都行的。你们我就要再听清楚。OK， 我同意。其实我可以大声说话，但是我很怕我大声说话，别人会觉得我很凶或者没有礼貌。不会有人觉得你凶的。先对一下。我同意罗同学。你用正常音来说。
就是正常音我就会比较大声，一点也不像，好温柔。我在一些主持然后辩论的场合的时候，我会知道我现在的角色不是完全的我自己，我就会说要表达，然后即便我很紧张，可能就因为有这方面训练，就我可以让别人以为我不紧张，就看起来很自信。我好期待哦！这个可以训练的，不用担心节目你觉得比较小心，没关系，可以训练出来啊。其实那个正确的发声的那个方法是打哈欠，打哈欠的，打哈欠，就是这个，让气直接从丹田运上来。对对。我记得之前那个声乐老师就是第1、第2节课一直让我用餐巾纸擤鼻涕，让我发现那个发声的方式和位置，因为我最开始总喜欢扯着嗓子用鼻音去唱，然后他就让我擤鼻涕，把声音往后带，然后就一整节课1个小时都在那里擤鼻涕。我觉得还其实是有一些锻炼方式挺有意思的。对。就我们在辩论队训练的时候有做过相关的训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辩论赛可能有200个观众、300个观众，他们在特别大的一个会场里，你需要把你的声音特别清楚地表达出来，然后很多时候你声音的洪亮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你的自信程度，你讲话的自信的姿态和你声音足够洪亮，其实是能够感染观众的。所以说，我觉得声音不一定要特别大，但一定要感觉底气很足。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有信心的，我讲出来我就 OK， 我对它很 OK 的，对，很重要这一点。我们之后会不会有辩论的课题啊？这个不可以跟你说，可能有，可能没有。也可能是全是个人的题目。OK， 大家都吃饱了。差不多。OK， 我们收看完了。我刚刚问志远和洛星要了一下他们的报告，然后看完觉得果然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昨天看他们那么快就提交了报告，我都非常的震惊。也不知道下一个课题会考什么，我现在焦虑到想喊救命。来，紫薇，脚2立，稳住心态。谢谢。怎么回事？这果味十足的一打，一下子就唤醒了我的多巴胺。冲冲冲，加油！我还能跟课题大战500回合，一起加油吧！好。各位同学，我们5分钟后到1号会议室集合。OK。我要不先去，他不说5分钟嘛，我们提前一点去。先去吧，走。啊？这里有人是吗？没有人，你坐。谢谢。坐吧，我们黄 CP。好了，各位同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其实这个办公室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出去，可以看到香港不同地方的天气。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这里是下雨的，然后将军澳那边是天气非常好，然后九龙那边是天有点暗。我不知道经过昨天的那个考核，你们现在的心情是天晴还是下雨？这个开场白一定写了很久。但是我们很快就到那个第2个课题哈。第2个课题我们是一个法律议题的辩论。此案例为虚拟案例。今年的2月15日，在中环有2个男子，其中一位是李志杰，另外一位是郑尚和。他们2位本身是不认识对方的，但是他们在那天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一个争执。
有一些互相的袭击的行为，然后有路人将他们2位分开了。分开以后，他们就各自离开的现场。但是后来了，郑尚和他突然在附近晕倒了，然后李志杰又恰巧路过这个位置，就帮他进行急救。在急救的过程中，突然有人大喊：“哎，杀人了，杀人了！”赶紧报警。李志杰他就觉得，如果郑尚和他真的不幸的离世的话，他有一点就是有口难言哈，他就离开了现场。然后郑尚和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发现他有4条的肋骨断裂，还有一些比较表面的损伤哈。但是经过那个医学的检验，其实郑尚和他是有冠心病的，所以他应该晕倒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冠心病。最后李志杰被告了上法庭，当然他也在法庭里面尝试跟法官解释，但是他的辩护理由没有让法庭接受。李志杰被定罪，也判了3个月的监禁。这意思就是帮倒忙了是吧？就是越帮越惨。对，就如果你帮忙的过程中有一些造成了他的一些损伤。哦，这个案件呢，引起了香港的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究竟香港应不应该为好人法立法？那什么是好人法了？其实就是一个可以保障一些自愿做出救助行为的施救者的法律责任。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其实也有一些好人法的立法。我们的国家也有民法典第184条，也有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们这个考核的方式是这样的，各位实习生将会分为2组，正方的话就是支持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反方就是反对在香港为好人法立法。获胜的队伍每人会获得 10% KPI， 最佳的辩手也是10分的 KPI。然后我们将会在明天下午2点做辩论。现在我们 KPI 榜上最高分的2名同学就是若欣同学跟尚志远同学，你们将会是2组的组长。他们挑队员啊，挑人，点兵点将。然后我这里有2封信封，其中1封里面有一个先字，选到那个先字的组长可以先选，你们可以选持方还是选组员，你们先抽签吧。你先抽签。OK。哦，你是先吗 ？OK， 骆同学，那先选什么嘞？猜他选题，选人。我会先选人呢。先选人，人更重要，对不对？人重要，对。我选组员。选组员 ，OK。那尚同学，你需要先告诉我们，你选的是正方还是反方？我选正方。正方，对，好的，有优势。他有立论哈。我这里有另外6位同学的简历，但是没有姓名的，只有那些其他的资料在这些简历里面。看他们之前有没有互相了解过了。他先选了人，
结果竟然是一个盲选这样的人。骆同学他会先选组员，他选一个，你选一个，这个方式。6位同学可以先回你们的工会。好的。好，加油加油加油，大家！ OK， 那么你们2位可以从这里的履历选一下你们的组员，我就先出去继续工作。好的，实力再见。坐，咱俩坐。司仪是我先选是吗？哎，其实说真的，其实我应该很想跟你走，但是 maybe 下次。好呀。友谊第1，比赛第2。好的。但是我们要不要临时调整一下工位啊？有没有必要？你刚刚还说友谊第1，比赛第2，你现在要调整工位了。志远已经有点挥斥方遒的感觉了，好有压力啊！但是你们方确实好变一些。是不是有点后悔应该先选赤方呢？是吧？我以为他说的那个选队友的意思是你先选4个。确实，如果他说是先选一个，那我可能就会选赤方了。对。正方确实好变一点。我有点好奇，你们更喜欢哪个立场？我喜欢正方，我喜欢正方，都喜欢正方哈。大家都是。一般辩题不都是？对。那你现在你的自由行政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案子？我还是想选正方，其实没有说哪个更好打吧，只是说你从正方去打，你可能可以去找很多案例的情况。志远他应该是很有辩论经验的，那就如果跟他一队的话，所有的辩论准备他都可以主导。但我觉得洛星是那种很稳的人，他做这些一定会准备的非常充分。是的，应该特别厉害。就等组长发配我们。对。这个我先选走了。我选一份这个。我选这个。我选这个。我选这个。好呀。那我们就过去念吧。走，过去宣布我们的选人结果。哇哦，刺激！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要宣布这个刚刚辩论赛的选人结果。吃瓜！哎呀，好喜欢管理。好可爱哦！我宣布一下我的第1个队员啊，我的这个队员他跟我一样都是 LM 毕业的，然后呢，他本科的 GPA 非常高，3.73，是年级排前10%，是2017年的高考文科第1名。哎呀，那个怡涵是吗？对吧？罗一涵同学。各位大律师好，我叫罗一涵，我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同时辅修了经济学双学位。我获得过很多次学校的3好荣誉以及各类奖学金，同时也以独作的身份发表了一篇论文。本科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在中伦1年后，我加入了北京志诚律师事务所，它是一个公益律所。我目前是今年刚刚从芝加哥大学 LM 毕业，我很希望未来能够成为公益方面的一个诉讼律师，主攻女性权益保护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同时呢，我还希望自己可以建2个法律社群，一个是关于性别暴力的，还有一个是关于一个青年法律人的。一身正气的人啊，可以，厉害。我觉得他蛮有自己思想的。他知道他想做什么，他是比其他一些实习生成熟，这方面是明显有一个优势。你选了谁？罗一涵。他应该蛮强的，这种应该是他的舒适区，偏学术一点。所以我先选了他。第一次知道大家恐怖如斯的背景。骆同学，该宣布你的第1个队员。我的第1个队员他是有参加过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然后有参与编著待出版的破产法的书籍，然后有国家机关委托的纵向项目。是哪一位同学？紫薇啊。紫薇。还真是。哦，哇哦。好的。
这个我也知道是谁了，我选这个。各位大律师好，我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尚燕紫薇，我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目前是研究生1年级的学生。我本科期间参加了院辩论队和模拟联合国大会，硕士期间一直在跟随我的导师从事一些学术科研项目。哇哦，有理论经验，深藏不露啊！并且同时我也在参与编撰《破产法评论》第5卷的书籍的编写。一直在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破产与重组研究中心的公众号《破产法快讯》的编辑一职。我在刚进入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做的是采访的栏目，用我们公众号的名义去联系业界的法官或者比较杰出的律师，申请能不能采访他们，然后问一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破产法领域，生活和工作如何平衡等等相关的这些问题。从你的履历可以看到，你其实从来没有律所的经验。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我认为我的优势是，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硕，我一直以来受到的法学熏陶，我觉得是有信心的。我的沟通能力很强，我对人都比较真诚，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很好的跟上级沟通，也可以和当事人去了解情况。要说我目前比较大的缺点的话，就是没有律所的实习经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不给我 offer 的理由。我认为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实习，毕竟人生是发展的，我相信我以后这些一定都会好起来的。香港的大律师是我从小一直就很崇拜向往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大律师在戴上假发，然后就不再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代表他身后的利益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帅气的，就是这种仪式感让我喜欢。我觉得他那个亲和力是他的优势，很温柔，说话也是很动听。我比较担心的是，可能他之前这些工作都是由导师带领，对。他有没有自己一个主导的能力？有没有自己去主持一个案件？应该是一个什么策略？这方面的能力有没有？他需要成熟一点。是的。现在还是一个小朋友的状态。我第二队员他是志远，他应该是很有辩论经验的，就如果跟他一队的话，他都可以主导。我第二队员他是本科的绩点排名，在334个同学中排第6名，前2%。民法学原理几乎达到了满分99分，而且他有丰富的律所和法务的实习经历。仲律。OK， 不是啊，加油，欢迎，加油，加油！文翰，文翰是强的，我觉得厉害。我的第2个队员是修过法学和电影学的双学位，然后有在律所助力诸多公司在港股上市成功，主笔撰写了多家公司的港股上市申请英文招股书。这个是可儿，谢谢。因为我自己气势比较弱一点，我想选那个气势特别强的。它就是一个交易平台，它就是靠这个东西来赚钱的，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对方是没有办法来回击我们的。他把这个不当得利的4个要素都说了出来，然后案件的分析等等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全面，非常好。可儿真的是天选3变，陆心4变，绝配。倍感荣幸，谢谢。我宣布我的第4位成员啊，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同学，他是商学院的同学。好了，终于了。但他获得了 High Distinction 的学位，然后呢，他现在在读 Juris Doctor， 所以是周瑜同学，对吧？感谢。 OK， 好，加油，加油！哇，加油！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砥砺前行。终于要拿出来他的五胜论要出场了。然后是我的最后一名队员是某大学的法学学士 GPA 排名前10%到15%，绩点为满分4.0。谢谢你。那你们是4个女生哎？对，我也挺想选4个女生的。女生天然的就会让你觉得很难产生敌对感，这个是真的。就像很多1辩和4辩都会选择女生。我们再过15分钟之后，我们去会议室讨论一下这次的那个任务分配，好吗？好。对，我们的持方是正方啊，大家要注意。志远已经有点主心骨的感觉了。我们4个半小时之后吧，我们半小时再去，大家先凑一下。都很强。OK。那我们回到这个题目本身呢，一个案例是一个辩题，是这个题目难不难？因为其实中国民法典的第184条已经有这样子一个规定了，就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当遇到一个紧急需要救助的人的时候，如果你是基于一个自愿的、善良的，你去帮助他，那即使造成了一些责任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免责的，是鼓励大家去做这样子见义勇为的事情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国家说，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你不帮忙，你还反而是犯法？有可能。那如果这样说，不是正方很有优势吗？对，我其实是觉得整体来讲，正方的话，它有的优势，一个方面会体现在，其实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会倾向于说，去立法。而且它可以找到很多，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立法，导致有一些人去救助别人，反而受到了一些可能他本来不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的情形在。但反方的话，其实很难找出一个案例说支持他们不应该立这个法。其实我之前这个有听过一个案例，它是来自于加州，它大概案情是这样啊，也是救助的，2个朋友在路上走，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的话，走路的时候他被车撞了，类似于，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看到他撞了之后压在那个车底下，他就很担心，说万一这个车爆炸，他不生命都没有了。那他虽然不是一个这种救助的专业的人员，但是他就把他拖出来，但他拖的过程当中可能拽狠了，然后导致他这个可能有一点这种脊柱的这种损伤，有点瘫痪啊这种，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就直接把他告了，就是他主张的就是说，那我当时是在救助他，那为什么我还要承担这个责任？但当时的话，那个判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早的。当时他的那个好人法在当地，他的这个人群是限制在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医务工作者。就是你本身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救别人的，这也是为了规避说你去乱救别人导致别人损伤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案例，然后后面的话，加州就是立法，然后改变了，就是把这个救助的人员的这个免责的这个范围，从你即使不是一个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你去救助的话，你也可以免责，是有这样子这些案例。但其实之前在香港是真的有去讨论过，说香港是不是应该要去立这样的一个好人法，但是到目前的话，应该这个法还是没有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变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说这是一个好事，我们就应该去立法。是的，其实立法它是不仅仅是一个从道德层面的一个考量，很多时候的话，第一个你要去考虑本身你的这个法。把它成为一个成文的法律之后，它是否有一个清晰的一个适用的一个情境，它的标准、它的程度，还是说反而会因为这个立法导致了一些模糊的、不清晰的一个状态？其次，那你的这个立法之后的话，你也要去综合的考虑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并不是说一个我好的初衷就一定会导致好的结果。本身立法它还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回到这一次的这个辩题的话，我当然同意，可能从一个大家道德的观感的角度，就好像节目里面看到所有的这些实习生，似乎他表达的都是觉得说，哎，我会选择正方。是，但其实从一个辩论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双刃剑。对，我也觉得因为其实正方
它的相对它的辩论的这一个路径其实是比较窄的。我能够想到的，他大概率或说的比较多的都是说这个就鼓励大家去做好事啊，它会比较单一。没错。但是相反而言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从辩题上面有一些劣势的观点。对。但是的话呢，如果他能够去找到一些好的论述的方式，反而让听众有那种受到启发的感觉，可能在判定哪一方胜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优势。有这个说法叫优势即劣势，对，劣势即优势，持方就有这个特点，因为所有优势叫做路很清晰，3句话说完，但劣势叫出奇兵制胜，所以他真不好说他们现在持方的一个优劣到底怎么样。所有人都赞同正方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是的，这说明正方要说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对，但是谁知道反方要说什么呢？所以对他要说的内容的反驳准备就有可能不足。而且要说出一些特别厉害的观点，就会让人更觉得较好。没错，没错。那接下来也就到我们做一个初步的猜测的时候了啊！各位，你们觉得哪一队可能会在辩论当中胜出？哎，正好左右哎，右边是反方，然后左边是对，左边正方，左边有一个表面的立场的优势，但这个优势确实有点飘忽，很有可能会变成劣势。对。因为我们看到强势的或者是有突出表现的同学，好像都在右方。确实，这洛星和可儿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和气场。洛星是反方，对不对？对，反方队长，他比较缜密，他活得比较就是稳。对，因为刚才他们说，因为这个反向的这个需要开脑洞嘛，对，脑洞要大开一点。反方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个特别开脑洞的方向，但是通过缜密的逻辑把它证明了。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得敢想，得敢弄。陈可儿敢想啊，然后他这个敢弄，我觉得他们这个搭配挺好的。对，可儿天马行空，洛星脚踏实地，紫薇骑兵制胜。哦，婉婷靠这个深厚的学养支撑。哇，这么一说，感觉赢了。我们直接 win 了，好不好？就直接 win 了，你一说我就慌了啊！洛星赢了，对不对？就是洛星已经赢了。我们就贴头像吧。对，我们做个人判断就好了。上了。好了，这个不用犹豫。贴好，来，我们一起来亮，好不好？3、2、1。等会儿看看我们哦，您都贴那边了，那我们就哦，我贴了。哇，7比0哎，全部都这边有优势，对不对？阵容齐整啊，高手云集。不过这个小贴纸是我们目前的决定，接下来这段 VCR 看完之后，大家有任何观点上的跳动，随时改变。不要再动，不要再，太怕跳动了。对，要坚持到底，来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他们正式 PK 的过程吧。要记住，留痕可以保命，强调留痕，从基础层面来说，可以形成良好的。请求下班，驳回。来2粒益达，放松一下。果味迸发真的好清爽。益达，嚼出自在好状态。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益达全新升级，果味瞬间迸发，口感清弹，嚼得更爽。咦，你的益达被我吃光了。是我们的益达，来随便拿，秒变自在。咱们 meeting 吗？走吧，我们去那个小会社。OK。开始。首先陈述一下我方一辩的论点。在美国颁布了针对用药过量人群的好人法。后来呢，有一项统计表明，3109个乡县的人口普查数据都显示，颁布了这个法律的2年之后，用药过量致死的事件相较于颁布之前减少了7%，那说明它确实是有效果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好人被讹诈，最后官司缠身，那又提升了被施救者得到施救机会的概率，因为更多人愿意站出来了，这个此消彼长，这个逻辑很好，就是一升一降了。
对，这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立法效果，是吧？很好。最后一点就是比较抽象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来了，武圣国风。如果因为一个人好事做得不够完美，就要惩罚这些主动站出来挽救他人生命的义士，那是对人性中光芒的压抑，对非专业施救者自由意志的剥夺。而正确的立法可以驱散压抑良善光辉的阴霾，拔除剥夺自由意志的枷锁。这是想最后上一个价值。我觉得你刚刚就是发挥的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就是你需要注意一下跟前面的衔接好，就是你不能割裂感很强，是那种前面是那种冷冰冰的说啊，我们觉得第一个论点、第二个论点、第三个论点，最后说突然说孟子说出来，那个有稍微有点，别的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啥。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音色挺好听的，是吧？对，他音色挺好听的，然后比较适合一辩这种娓娓道来的辩位。对。一涵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真的，我觉得一涵有话讲。我目前想的论点其实跟你就是有点像，对，就会有点像。然后这里我们可能要补一个防御性的论点，就是我现在的想的是几个点。第一个点是它可能会造成被救助人的伤亡，这也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对方，我可能会讲的一个核心争点。很专业，有经验。然后我目前想到的回应可能是2层，第一层回应就是个人层面，你存在明显侵权行为的，你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然后你在社会层面的话，其实还是要去讲像就是一辩你要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增益，它是肯定要远大于损害的。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会讲到说立法存在成本，然后现有的法律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要主攻的点。然后我目前其实看了一下，就是根据那个香港基本法跟香港的其他一些法规，它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的这一条。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目前查下来有没有香港其他的制度可以拼凑出来一个能现在直接适用的，还是说你们觉得现在就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对，得查判例，比如说有没有判例，它是怎么保护施救者的。但哪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能想到的一层回应是，你判例有判例的好处，那立法肯定有立法的好处。立法是有立法好处。对，肯定立法有立法的好处。文翰今天不一样了，到辩论他比较擅长，感觉。就应该是这脱离了就是普通法的简单的这种背景，他可能从法理层面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就是立法，它不仅是一个规范性作用，它还有一个倡导性作用。我觉得没问题，你的就是刑法底蕴比较深厚，很好，很好。我突然对这个辩论信心很满满。要不你俩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点？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主要是集中在 common law 方面嘛。我先找的是海洋法系的，就像加拿大是吧？它的几乎所有的省都约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一个省属司法权，它都有这样的立法。魁北克是唯一的例外，它要求说公民有义务对陷入危机中的人进行救助，如果没有救助，我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把一个道德义务变成法律义务，就是说如果见死不救，我还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刚刚韩良哥提到的。对，我曾经说过这个。就是说，如果一项义务它在大陆法系国家，它已经如此明显的被执行了这么多年，是吧？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执行了，执行了几百年、200年。那到今天，在香港这样一个司法先进的一个区域，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项义务甚至稍微的放低一些标准，让履行这项义务的人不再受到一些责任追究的纷扰？对，因为我们没有惩罚措施，对，我们是一个，我只让你我们是一个奖励措施，其实是一个奖励措施，是个兜底的。对。然后这是我的第二个论点，就是他制定好人法能够有效的鼓励救助，这个心肺复苏，它每延后1分钟，它的概率递减7%到10%，就是相当于问卷，也是一个论据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当论据嘛，回头。对，好有深度啊，太牛了，太牛了。OK， 那个对，小罗，哇哦，组长一下自信起来，就开始小罗，你来一下。我的，哎呀，别小罗，人家岁数比我大。来，可以小罗，可以。OK， 罗同学 ，Sorry， 看起来比较年轻，主要是。谢谢。真的看到这个年轻的脸，就忍不住喊小罗。那确实。
就是我是在想，其实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香港为什么要立这个法？包括你立法，就是把它变成 statute， 跟它成为一个 case law， 那它也可以 case by case。他其实他说的一点很好，就是为什么要立法？对，如果我们没有能用 case law 来解决的话，为什么要立法？对，因为你立法它就会存在固化性，对吧？你肯定要给出一个大概的，就是条款吧，就它的范围主体是什么？就是我们对好人法的定义。对，而且这个可能最后你那个总结的时候你是要说这些。我们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要达成一致的，不然我们明天就会出现那种我们讲的不一致。对，其实我们要是变哈，我们就要讨论为什么现在可能，假如说香港的法下有的这些部分的话，为什么它是不充足保护的？如果它没有这些部分呢，为什么这些部分是重要的？就可以让我们的点列得很细。漂亮。遗憾他本身就2个法律背景都有，他能比较辩证的去思考这个事儿。非常好，我觉得说得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想，我们比如尤其是23辩答的时候，具体的一个法律层面的辩点。遗憾太棒了，我今天想把胜往这边挪了，我感觉就凭他这一个 word， 我已经挪了啊，都没有。它就是一个自愿救助的问题嘛。那我们要做是给自愿救助行为免责。那免责的这个东西，它在侵权当中，它是处于什么样的层级？比如说，它本来行为就不具有违法性，还是说它是一个过错层面的一个过错的责任阻却的一个对。然后就是你去辨析这个自愿救助行为的时候，肯定大概3点，一个是自愿，那救助义务可能是法定的，也可能是约定的。那这个我们可能就会来辨析一下救助义务它有没有，以及它的归属怎么判定。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它要紧急，判断标准是一般人的标准还是当时的这个行为人的标准，以及这里面就有一个推定的受助人同意。有啊。然后救助行为它有没有一个注意义务？然后他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因为这里面肯定涉及到刑事跟民事的交叉。对，哇，你这写的好有逻辑性啊！厉害，发光了。我觉得你已经帮他大大减轻了他的工作量。我天哪，你这个是刚刚自己写的吗？这么短时间里？太强了。不是，逻辑是自己弄的，但是中间肯定很多论据是找的一些资料。他也很快啊，我觉得。对啊。他震惊了，志远。感觉有你坐镇非常的稳妥。有各位坐镇，有各位坐镇，有各位坐镇。你有一个武库在这儿，就是别人随便抛过来一个都能接住。真的，我觉得罗老师说的非常好。好。升级了，升级！一下从小罗变成罗老师。我喜欢志远，喜欢就好真诚，只要有真内容、真东西的，马上他就认你。我觉得罗老师说的非常好。对。好 ，stop。突然感觉这个辩题变得专业了好多，好有深度啊。我觉得已经够打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够打了。我觉得没问题。然后我一辩可能就是主要第一层面多引入一下，法律层面就交给遗涵和不会，你都要讲。你相当于是你，我简单概括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是我们的发言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了3个点，你把3个旗帜立起来，好的。然后他们负责去砍对方的旗帜，同时稳住我们的旗帜，然后最后我再想办法把我们的旗帜再扶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主要是备赛时间有点短。确实，我觉得今晚而且大家好好休息，这个很重要。是的。哇，还有这样的战术安排，我挪了。不是，我缓缓挪过来。陈老师，你还没有看女生组那边，我觉得你应该要把女生组那边也看完。我先挪，看到能打动我再挪过去。已经改编了，已经改编了。哇，他们这个真的不先听这边吗？听听看。我们差不多去讨论吧。好。我是这样想的，以模庭的经验来说的话，大家先确定一个 skeleton，就是我们大体的框架，对吧？然后你们都关紧了吧？哇，你看看女生就是谨慎。关了。这个框架其实是有1、2、3、4，我们觉得最能有说服力的几个论点，然后根据这几个论点，我们就来分工，谁来负责哪一个，看大家更擅长哪一个。好。对，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对另外一个论点比较熟，只是大家就是搜的时候会有区分而已。你是不是打过辩论？之前是主辩或者是结辩。那我觉得你可以做这次的结辩。
我觉得他可以打1遍，我会比较倾向于想打2遍。好，对。我们作为反方的话，其实就是去驳击他们正方的观点。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反驳的就是立这个法真的是必要的吗？你看，对上了。问题就是在香港为什么要立这个法？针尖麦芒了。他承担的这个责任是否一定要通过好人法来避免呢？普通法体系里面是不是那一代就有一些获得赦免的一些辩护了？假如说香港的法下有的这些部分的话，为什么它是不充足保护的？如果已经有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设一个好人法，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混淆？对啊，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找一些案件，香港之前的一些相关的判例，然后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这个判决，那这就完美的说明了，在现在的法律上面也不会判这个人他有罪的。好，我们得去找案例。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他们正方可能就是说，如果大家愿意站出来，那是否可以能够降低他们死亡的概率？用药过量致死的事件，相较于颁布之前减少了7%，有一种对上的感觉。预判了他们的预判。这个我之前查到过，美国有一个统计，然后立法之后确实死亡率是更低。我觉得如果他们要从这方面的话，我们会很难变，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他们提出这一点，我们的应对方法。然后再接下来才是说弊大于利的事情，因为你想，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急救知识，然后你去对他进行一个立法的话，所以你鼓励施救无责任一定能带来好结果吗？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制定好人法能够有效的鼓励救助、心肺复苏，他每延后1分钟，他的概率递减7%到10%。高手啊！陈明老师，换边吧，快！缓缓，咻！到这儿。确实，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觉得他们其实会主打的道德的角度上来看，希望去鼓励这些行为。立法它不仅是一个规范性作用，它还有一个倡导性作用。更大的社会的广义上来看，这个法是好的。这个我是同意的。有时候法律的问题会涉及到很多复杂的东西，是可能公众没有办法考虑到，但是立法机关是一定要考虑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说，因为公众的呼吁而觉得需要立法。对。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攻击就可以有一点是，那你们说要立法，那医护人员免不免责？我刚刚有查到一个案件，是一个美国的案件，就是一个人他的父亲心脏病突发，然后需要急救，但是因为有好人法立法嘛，那他这个施救的心理是否会变得更加的疏忽大意或者随意？所以他是认为好人法反而鼓励了医疗人员或者是专业人士对他父亲的这个疏忽。真的厉害！你太专业了，天哪！我就喜欢这样的 leader。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准备的怎么样？谁？还可以吗？还行。各位同学，我们下班了，晚上也不要熬太夜，明天早上还有时间。OK， 继续努力啊！谢谢。OK， 明天见，拜拜，加油！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内地法下我们要去立这。哎，各位同学，准备的怎样？我们现在头脑风暴，就把各自分析的东西先搞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整合一下。挺好。我们下班了啊！你们也还以为有什么提示？没有提示，继续努力哈。好的。但是他们很努力在工作。谢谢大师。OK， 加油，明天见，拜拜。冰箱里面还有食物。好的。做完了。哦，管理好好。看到仲宇就想笑。我们的还原逻辑能不能这样？就是分3层，第一层，救助之名实以加害之实的这种行为，在实际中
紧急救助的占比会有多少？对。其次，我们再论，如果这种行为真的发生了，他能因为这一条条款脱罪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对。更何况利用救助的行为加害，然后并不被司法机关发现，并且脱罪，我觉得这不足1%，对吧？但是他这个3连一问，我是对面，我都蒙圈。问了啊？真的吗？直接问了。这观感上我觉得就是挺那个的，因为你是有逻辑的，你不是那种就是漫无目的的去打拳那种。可以，你明天那个死亡3问一出来就稳了。对你，然后我觉得正好可以讲一下你们的功法。所以我个人的真的就是站在这个这一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既然相信他，我就会千方百计的去想办法去为他做这么一个说服的工作。非常的出彩，已经谈笑风生了这组。但是这种状态在辩论里面是不是一种不太好的一种状态？非常危险，是不是？轻敌啊！对，完全觉得自己能立住的情况下，就肯定有问题。对，但是这个特别像男生干的事儿，只要一个人觉得厉害，说不错，哥们儿就这么着了，咱们一定赢，好吗？把嗨翻，他就开始。你太棒了！对，男生真的很容易凑一块就这样。我觉得胜算已经很大了。仰仗诸位，仰仗诸位，我们要当做棋逢对手，不能轻敌，还是要多想一些。我们必须要拿到这10分，这10分必须拿。然后你再拿个最佳辩手，想想你都多少分了？15加20， 35。什么？你赢都还没赢，你就已经开始分这个了？3个男孩彼此都不断的给情绪价值，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天哪，我真的好担心潘丽这个点。你们好好听一听怡涵担心的地方。这不会有问题。我听到他们的论点，我的问题就来了，就是志远哥说，我不需要准备，把我放在这儿就可以。辩论机器。你看，只有怡涵冷静。罗老师，你再重复一下那句话。罗老师，我觉得在想吧，咱们先找吧，先找找。搜一搜啊，这才是准备的态度了。支持个案例全部过一遍。香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利，就肯定有原因啊，深厚的理由。去把饭菜拿出来热一下。好呀，你们想去吃饭吗？我们去吃饭呀。去哪里吃？去楼下吃啊。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中午才吃。很久没闻到饭味了，是不是？你不一起去吃吗？我不了，他们刚才讨论时间太长了。你们吃完走的时候叫我一声呗，我下去。好的。你们怎么有饭啊？我们中午吃剩的。你们都会吃这个啊？对啊，对啊。你们不出去吃吗？我们现在去吃，一起去呗。就楼下随便吃点。主要感觉时间不太够吧。明天可以。不用那么痛苦吧，咱不是来过训练营的，细水长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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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拜拜加油！拜拜。就是他一个人默默的在担心哈。就他是在认真思考，说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更稳妥？对，他最清醒，他听了所有队友的论证，他知道那个漏洞在哪里。因为他之前你看他是篮球队的队长，他有人家这种运筹帷幄的这个，但是他还没有信心解决这个 bug。对，应该直接告诉他，我们这里会不会有疑问？但是就是男女的沟通，如果这么顺畅的话，婚姻都是幸福的，应该都是。说话对吧？是，也对。那边有一个冰室，里面的吃的也还可以。啊，可以。
火酥吃完继续干，早点干完早点走。这个是什么甜品？叫菠萝包哦，看起来很好吃，我来说，这会不会很大？是吗？珍惜能吃饭的时光。今天希望能睡到8个小时。还在呢，哎呦，罗老师加油！我觉得可能我们占优是占优在我们的食方听起来会让人更好接受一些，我们的听起来会让人感觉会好一些。哎，你们觉得对面的队伍里面威胁最大的是谁？最大的陆老师吧？确实。陆老师吗？肯定是洛心啊。对啊。可是我觉得陆老师是那种跟他一样的性格，就是那种岁月无声，岁月静好。你看他辩论赛中肯定会露出锋芒的，我告诉你。我感觉维尼也特别强。我反倒会觉得紫薇明天可能会拿出一个完全跟平时那种小声说话不一样的状态。对，你说的好像可儿简单一样。哦，是啊，是哦。那这么一说，每个人都不简单。确实，终于发现了，朋友们，每一个人都不简单。我现在居然有些庆幸没有选到你对面去。哦，是啊，不然完蛋了。为什么？万一我俩自由 battle 是吧？哦，挺好的。我觉得我能在落后选边的情况下能选到我们这样的阵容，我非常满意。说实话，我也很荣幸。你看他们还在说优势，都陷入那个武圣论。对，胜。走吧，那走，加油！开始战斗，冲！我找到了一篇讨论好人法的文章，放在文档里面了。好，好人法的定义还没定下来，我要不就先按民法典的184条的再加个但书。可以啊。你今天记那个笔记有发出来吗？我在整理那个可能攻击的点。OK。我整理完我发群里的，没问题。OK， 现在的状态会让我觉得踏实一点。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关键就是在判例上还是要多找，你要把这个论据做扎实。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大家一块庆祝的时候，有人过于认真的，显得很扫兴啊，也是吧。他们要走了，我跟他们一块儿。拜拜，加油！加油！我们什么时候走？10点走。10点走，可以啊。好。喂，你们在哪个冰室啊？我们在对面呢，你在哪呀？你就下楼右转。我跟你说，你跟紫薇的，你俩流程也太好笑了。他说你俩铃声把他整懵了。嘿，我终于回归姐妹团了。怎么样？被他们折磨的？他们都走了吗？还在里面？没有，他们还在里面。你有信心吗？你们的论？不太有，说实话。怎么有？主要是我们现在就是材料都还没有太整理的，时间太短了啊。哦，到了3385，我们得走回去。那走吧，那我们走吧，你们去啦，拜拜，见。你有跟男朋友打电话吗？就没有怎么跟他打电话，我就今天中午跟他打了会儿电话。他是你同学？不是，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多大呀？他今年满30了。那你们要结婚了吗？
你怎么会直接问这种？因为他应该比较急呀。没有吧，30岁还挺年轻的呀，对于男生来说。嗯，对啊。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呀？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哇！看来我们过去。紫薇很可爱哦，就是愣问。他面试的时候就说他很喜欢采访，对吧？对，他没有问出那一句，那你怎么平衡工作与家庭啊？对，他很喜欢这种。周宇。哦，你们要讨论吗？对，因为感觉他们可能。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讨论呢？我们猜的，其实因为他们都在注册一层。哦，对了，威廉，我们想先问一下你，就是你有找到相关的那个案例，说普通法有相应的辩护这个点吗？UK 的那个就是没有立过好人法，但是有一个 X 嘛，那个 X 我们也可以说，它其实说的是，就 court 有一个权利去考虑所谓的英雄行为这样子，但是它不是一个立法，它只是一个 Act。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一个替代措施。那你加到这个替代措施的那个文档下面就可以。替代措施，你可以先第一个点。已经做得这么细了，非常有经验，乐心，他都有不同的文档应对不同的问题。但是我有个问题啊，这个 Act 它的简介写的是 Act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立法。我们不会像在变相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英国它是没有好人法的吗？英国我记得是没有好人法的。我们来查一下吧，这个确实比较，这个就会有点吓人。但他们这种讨论的状态是很 OK 的，就不断的找到，然后推翻，再打磨，然后可能最后才找到正确的。这个是2015年他们的那个法案，所以说就是不能打这个案例。确实。那怎么办？那这个要怎么支撑啊？我觉得替代措施，你是可以先不用说一定要根据这个我们找到的具体案例来说，你可以根据这个 principles 来说。我可以说，我是怕就是我强调了以后，他们说那您方替代措施，无论如何一定是我们的一个论点，我们不可能因为没有案子就丢掉这个论点。就算是没有案子，我们也会用这个逻辑去打的。我们没检测到，他们其实也没有吧。案子你先别管，我们来找，你就写这个点就行。行。见，老师来了。Hello， 又再次举手，我们的早睡计划宣告失败，打扰你休息了。我觉得要不这样，我俩负责过一下一遍，你俩过一下战场，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过一下你们的战场跟一遍稿，再交替一下。罗老师生活发型这么可爱吗？我们最后没跟你讲，因为你走的比较早。我们最后想达到的一个价值就是那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感觉。我们其实就是从个人、法律和社会3个层面去说。个人、法律和社会，它不是一个奥瑞冈的逻辑，它是一个价值辩的逻辑，这就很危险。是的，它应该还是要从实证的层面去解读一下，不然就很虚。别人问你说为什么要立这个是对社会有好处的，是的，就很假大空。罗老师已经嗅到了，一辩这个框架。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的一辩就是这个太散了。我们的一辩有2个趴嘛，一个趴是好人法是什么，我们得把这个点给立住。对，我们得立住，我们不是坏人法，我们是好人法。对，我这个有在那个自由辩里切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点开。对，但是我是觉得咱们一辩就是这个可能还是咱要再梳理一下。然后我感觉就像今天他说的，我们就采民法典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然后我就查了我们的一个案例数据，50个左右吧。
其实看下来之后，民法典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免责，但它尽管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司法判例当中，被告把这个自愿紧急救助规则作为抗辩依据的，法院不予支持的就很多，就30多个。那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明，你就算是退一万步，我们这个立法哪怕规定的是完全免责，但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司法实践的空间。首先我们是好人法，其次我们是分层的。我觉得咱得立住我们的好人法的要件有哪些。比如说自愿的点下面，我们的自愿的前提，它的义务可能来源于什么？是约定的还是法定的？然后救助它得是什么样的救助行为？我觉得咱们议论的先把这个点立住。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救助义务到底要求具体到什么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们去画一个范围。辩论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这样，就是它存在这个需求，你要不然能把这个需求解决，就是解决你可以用替代方案解决，这是其中一种。第二种就是你可以证伪，这个需求是伪需求。自由辩论，它跟那个盘问的区别在于说，你盘问的时候，这个证人就是要回答你的，他不能反问的。对，他可以，他就东拉西扯，他就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说我跳开你的问题，我去讲我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逻辑链条就不能拉得太长。就我们的论是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这个法律层面，对，3个层面。但是咱们这个论出来之后，咱得不出来一个咱的好人法定义是啥，以及咱们就是为什么要在香港？对你这两个问题问很关键，为什么说就是在香港一定要立这个法？有点不够，感觉。我提一个建议哈，咱们要不先睡觉，明天早起查怎么样？不，现在说清楚得，真得说清楚。你得先说清楚之后，才能发现你想要什么，需要去找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明天早上起来时间就是总数上也是一样的，有点还是有点紧张。要不然你先洗澡，我们仨先去那边讨论。也可以，给你先洗澡吧，你洗完可能状态好一点。走吧，那走，加油。我先把我目前的就是价值的落点，我先发一下。我大概在结论稿里会去讲，你可以先看下罗老师。从来没有人叫过我罗老师。说小罗绝对是我脑袋抽了，对不起。别，他们都叫我小罗。还好吗？还可以撑一下吗？还好，撑一撑吧。谁咳嗽是不是？生病了。婉婷，婉婷怎么了？你胃疼，不是胃撒酸吗？可能太紧张了。就只有想吐。给你烧点热水吧，感觉得喝点温水。好贴心啊！我感觉我好像要。喝一点温水吧，先睡。好，没事，你不用那个。他自己给自己心里的一些压力，也会引起其实身体的不适。其实会的，我每逢就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肠胃也会不舒服，这种肠应激。你要是晚上不舒服了，一定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叫我嘛，好吗？先去。你喝点水啊。好。我的天啊，这明天他是4遍啊，他是总结陈词的那个。其实休息不好的时候的话，你第二天状态真的很可能会受影响。
有这个难度。对，我最后导致我把它稍微挪过来一点，是我发现这边好像出现了身体问题。如果这边的结辩位，最后的一个结辩力挽狂澜，把全场的梳理得非常清楚，而这边因为身体有恙的话，发挥失常。因为投票是在双方最后一位辩手说完话之后做出的。但这个前提是他得说得清楚。所以我说我很犹疑，如果最后罗老师的框架说服了他们3位，他们会赢。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听罗老师的，但是他们这一天的准备时间，感觉晚上又回到了白天的原点。对，就是他这一天的进程当中，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信息和这种论据上的递进。他们应该是一块儿工作的嘛，现在变成了感觉是他们3个在说服他。其实他们3个和他从未达成过真正的一致。是的。而且就从辩论和辩题的角度上来讲，辩论可能有2种大的分类，是一种价值辩，一种叫政策辩。价值辩是2种价值，人本善呐、本恶呀这种比较抽象形而上的辩论。政策辩就是探讨一个具体的政策应不应该在某时某地具体的实施。那从题目上来讲，我的判断，我个人的粗浅判断，我觉得这显然是一个政策辩，是来看香港的背景环境下，好人法应不应该实施，这是一个具体的立法动议。但是他们这3位提出来的那个立论框架是一个标准价值辩的框架，从个人、从社会、从国家，这是从价值上，包括最后这边重于生的那个价值，光啊、自由的枷锁啊，这是一个标准价值辩的框架理论。但他找到的那个是一个标准的政策辩的理论。其实政策辩也有自己的一个结构，就虚根结损，就比较常见的结构。比如说需求，你看有个好人去救人被冤枉了，有个好人去救人被判刑了，说明这个好人法是有需求的。然后还有个根属性的问题，就是这些需求跟这个法规是根属的关系吗？有没有其他的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所以这边像可儿也好像洛欣也好，就想到了很多，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判例可以解决了，我可以替代你的方案。那还有第3层，需跟解决力的问题，这个法操作具体怎么实操呢？能落得了地吗？最后还有个损益比的问题，就算你说的这些好处都能做到，还有弊端吗？比如说你确实可以保住很多好人这个权益，但会不会有人去粗暴的去施救，反而带来更大的坏处呢？所以有需求性、根属性、解决力、损益比，这是一个标准的，这是罗以涵的框架。是的，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清晰，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交锋中他最担心的那个点在哪里。比如说刚才那种情况，他要直接问啊，那对方现在就站上来问你了。我们现在有判例替代，为什么非得要立法？一遍一遍问，不停地问，直面回答。明白？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就是对，就是一天到晚跟人抬杠，跟人逼死他。他当时肯定是爽了，大家都说您是对的，但是说日后的生活呢，确实是不太愿意跟他交朋友。其实我个人这么认为啊，我们有时候，非常自大的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庆祝，那就让他去庆祝一会儿吧。就是说我明白让人认清现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就是在严酷的生活面前稍微那个跳脱一会儿，还是一件好点的事儿。难得糊涂啊！我觉得可能改吗？意涵突然发飙了，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是他如果发了一顿脾气，对，然后可能改变那个局面，可能啊。但是我感觉他很得体，他不会这么做。我觉得意涵也挺难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他泼冷水又扫兴。对啊，他有在思考认真的问题，他也尝试表达，但是你们好像不接受的情况下，我好像也没有对这个东西特别笃定了。你们这样子搞得我好像是不是我错了？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奇怪，他就还是自己还没有可能真的说服自己，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了。我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说。因为说句实话，就从女生的角度看，男生自信成那个样子的时候，确实让我很难再。还有3个哦。曼姐很共鸣，我们之前打比赛也是这样，真的陷入在里面，我比谁还嗨，我就觉得哇太嗨了，赢了。但凡头一天晚上有这种想法，哇赢定了，我已经想不到对方要说什么。绝对的，必输，对，绝对的，睁眼瞎。就开始出现那种投什么虚拟篮球，开始亲自个儿肌肉的这种状况出现之后，就开始宝贝儿，然后就是那种对着镜子，就是那空篮真的是对，一定要往后退一下，这样类似这种就开始亲吻肌肉、投空气篮球这些动作都出现的时候，就说明自信了，已经开始了，觉得自己帅炸了。Hey girl， 对，我刚以为空气投篮很极致了，但是我确实没想到还有个亲肌肉。如果有一个男孩在我面前亲肌肉的话，我说话难听我就不说了，我没法说了，就
之前以前都有那种抖表，感觉这儿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表在抖，然后磕皮鞋什么类似这样的，帅气的都会有啊。对，曼姐刚才有提到说，觉得罗老师觉得遗憾应该现场发一顿飙，对不对？对啊，我也觉得。对啊，我觉得。但是说实话，真的在职场当中这么做还是少。各位有没有那种泼冷水的心得？其实这种教都要时间修复，因为你打破一个人的那个固有的观念哈。对，我支持您这个，因为很多人在那个里头，他根本听不见你的说话。然后有一些会跟他说开点小玩笑什么的，但是他也听不见了，因为他已经觉得自个儿是王了，这阿卡喷达七八八，他太王了。这说了一句什么语？狮子王那个阿卡喷达，就是你跟他说什么没有用。我反而觉得很难泼别人冷水，在别人非常激动的时候，能让别人冷静下来。但是一定要泼冷水吗？可能你可以就跟他说，就语重心长的跟他说。我们这样真的不行啊，就认真的跟他说嘛，充满力量的认真的跟他讲，但他还在嗨怎么办？哎，那就没办法，我尽力了。姐投降的也太快了吧，一轮呐！但你要对自己很坚定才可以说这个。有时候当你稍微有一点点动摇，你也说不出这么强的话。对，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有勇气去当一个扫兴的人，就是一堆人都很开心，即使你不赞成这个开心，你也会觉得啊，那还是就是来吧，就是那怎么办？其实这个很需要勇气，那是一个勇敢者。所以其实就是回到了泼冷水也要去讲求方式方法，然后你硬泼冷水可能会反而是反效果。其实那一刻的话，其实一涵他是不是应该单独去找志远聊一聊？因为志远是队长，就是当他们3个人其实都很嗨的时候的话，可能你真的很难，尤其是说男生大家都在的时候的话，也会要面子，然后很怕别人说，哎，是不是被打脸？对，这个方式好。但我觉得这个对一涵来讲，真的你压力太大了。就是你让他自己去想问题，然后你还要去想你如何就是好的去泼冷水，然后一个一个去泼，然后对，但其实因为志远他是队长，对，就是而且就是最初的这一个观点，其实也是由志远他是去建立了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辩论体系，而且志远看起来是最清醒的一个。不要忘了，志远从小罗到罗老师也只花了3分钟，他相对来说是听得进去的。跟志远好好说，比如跟志远说，你在我心目中就像一杯红酒，该醒醒了。大老师去了，反正没有人想睡就是了啊。你如果是他，你会说吗？我不说。为什么？我就是因为害怕成为一个扫兴的人，所以才进入演艺界的啊。但我一定会说的，因为那个是比赛嘛。哎，可是我们一起输也很开心呢。不行，输了。所以到这个环节为止，我们现在其实心里站在2边的都有，对不对？对。我觉得其实灵魂的地方在这里了，就在第2天白天，罗老师要怎么去应对。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就是婉婷的身体状况，对，希望她不要身体有恙。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段 VCR， 要着重提醒各位了。这一段 VCR 一结束，我们将正式进入本期的推理环节。没问题。上一次我们错了，2发2偏。对，这次汉良哥已经说了，应该是没问题的。跟汉良哥走啊 ，OK， 来下一段 VCR。走吧，我去模拟一下。我马上给他改完。方正宇改稿，全改了，有戏哎！婉婷，你现在好点了吗？你看起来非常的脆弱。他整张脸都有点白啊，苍白。我们的第2个课题法律议题辩论正式开始。提倡订立好人法是为了驱散压抑人性光辉的阴霾，让无数见义勇为的法律中没讲完呢，没讲完就不行。收。你们设立的这个新的好人法，其实和香港现有的判例法已经是一个重合的状态。那您可以给我举一些例证或者是判例吗？没有找到有利的案例，罗老师就直接攻击你这个点。你们今天也一直在空中楼阁，没有提出你们自己的真正的立法的需求，你们一直在提其他的法律，那其他的法律是不是已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听完更觉得没有立法必要性。我反正都是帮女生这边。结辩抱病归来，如果他这边磕磕巴巴，这边却是气贯长虹，有结辩翻盘的可能性。好了，各位同学可以查收邮件了。
我希望这个邮件里面志愿的 KPI 是35%。天哪！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手緊握這挑戰不懼，更多的感慨不缺道理，無畏懼再去更看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吵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